这个雍容华贵的女人名叫温淑兰，是顶级豪门瀚海集团的董事长。她出国多年，公司全权交由儿媳燕妮打理，而她那个不成器的儿子杨俊良，除了会惹是生非，简直一无是处。这次回国，温淑兰特地来到一家顶级旗袍店，想给儿媳挑一件见面礼，送给我儿媳当见面礼，不计成本。然而就在她端详一件墨绿色旗袍时，一个嚣张的女人却从背后闯了进来。她叫宋楚儿，是杨俊良在外养的小三。她做梦都想嫁入杨家，成为豪门阔太。听说杨俊良的母亲今天要回国，便特地来店里挑选礼物，想要讨好未来的婆婆。她一眼就看上了温淑兰手里的那件旗袍，想都没想就要打包带走。这件衣服是我先看上的。温淑兰提醒她，凡事总得有个先来后到。谁知宋楚儿却一脸不屑，嘲讽温淑兰付不起钱。店员也立马变了脸色，狗眼看人低的劝温淑兰另选一件。毕竟宋楚儿可是他们店里的高级会员。宋楚儿更加得意，讥讽温淑兰一把年纪，穿这么好的旗袍是要出去勾引谁？老女人，你是吃了长生不老药不会老吗？温淑兰彻底被激怒了。今天这件旗袍她拿定了。宋楚儿一听，立刻搬出了自己的靠山——瀚海集团，知道吗？这片楼盘都是他的，别说是一件旗袍。温淑兰听到儿子的名号，瞬间明白了眼前这个嚣张跋扈的女人就是儿子在外养的小三。她强压怒火，决定会一会这个小三，看看他究竟有多大能耐。她直接提出价高者得。宋楚儿不屑地出价5万，以为能吓退对方。出500万。温淑兰的报价直接让宋楚儿傻了眼，但为了在未来婆婆面前挣回面子，她咬牙跟价。温淑兰面不改色，直接加到2000万。宋楚儿心一横，反正刷的是杨俊良的卡，直接叫价3000万。温淑兰见好就收，将旗袍让给了他。宋楚儿还以为自己赢了，得意洋洋地让温淑兰记住他的脸。温淑兰冷笑一声，她当然会记住，因为在晚上的归国宴上，她要让这个小三当众出丑。晚上，温淑兰的归国宴盛大举行，各界名流齐聚一堂。温淑兰当众宣布，要让儿媳燕妮正式接管瀚海集团。而另一边，宋楚儿带着3000万的旗袍和她的跟班们也来到了宴会。她看到一个身穿墨绿色礼服、气质非凡的背影，想当然地认为这就是未来的婆婆温夫人。可当对方转过身来，她瞬间呆住了，竟然是白天和她抢旗袍的老女人。但她很快镇定下来，认定这只是巧合。温淑兰怎么可能是这种泼辣蛮横的女人？更让她没想到的是，她竟然把温淑兰当成了杨俊良那个传说中的黄脸婆老婆江燕妮。你就是俊良哥家里那位黄脸婆江燕妮。温淑兰将计就计，决定先替儿媳会会这个小三。宋楚儿在正主面前耀武扬威，声称杨俊良早就想踹了江燕妮，扶她上位。周围的宾客也跟着起哄，说江燕妮年老色衰，被抛弃是迟早的事。宋楚儿越发猖狂，甚至想动手打温淑兰。你的嘴！住手！就在这时，杨俊良赶到，看到自己的心上人受欺负，想都没想就冲了上去。可他定睛一看，被打的竟然是自己的亲妈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宋楚儿彻底傻眼，他做梦也想不到，自己百般讨好又狠狠得罪的，竟然是同一个人。他立刻装出白莲花的样子，哭诉是温淑兰先动手打他。杨俊良这个昏了头的儿子，不问青红皂白就反过来指责亲妈。温淑兰气得浑身发抖，一巴掌扇在宋楚儿脸上，承认是自己先动的手。杨俊良见状，索性撕破脸皮，当众宣布要和江燕妮离婚，娶宋楚儿进门。温淑兰彻底失望，怒斥他如果想娶这个女人，就一起滚出杨家。我看你真是年纪大了，老糊涂了。杨俊良以为自己羽翼已丰，竟反过来威胁母亲，说瀚海集团现在的董事长是他，甚至要夺走公章，把亲妈送去养老院。温淑兰这才知道，海城分部只是集团的一小部分，真正的总部一直在海外，由他亲自管理。他拿出早就拟好的股权转让协议，告诉儿子，集团真正的继承人是江燕妮，如果执意离婚，就必须净身出户。杨俊良瞬间怂了，跪地求饶，把所有责任都推到宋楚儿身上。但温淑兰早已看透了他，决心不再手软。没想到杨俊良狗急跳墙，竟叫来自己安插的保安，企图武力夺权。他甚至开除了母亲的秘书，换上自己的人，准备召开记者会宣布自己掌权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一个身影出现了。等，江燕妮回来了，她身后还跟着律师。律师当众出示了杨俊良婚内出轨、转移财产的全部证据，要求他净身出户。杨俊良和宋楚儿都以为，只要签了字，杨俊良就能继承整个瀚海，这点婚内财产不算什么。他毫不犹豫地签下了离婚协议。可就在他准备宣布继任时，他收买的秘书却突然倒戈。我正式宣布，
瀚海集团的新任掌权人是江燕妮女士。原来江燕妮早就看穿了杨俊良的计划，她故意没有在离婚协议上签字。现在瀚海集团是他们的婚内共同财产，而总裁是江燕妮。宋楚儿情急之下谎称自己怀了杨家的孩子，同时杨俊良策反了董事会，污蔑江燕妮激化内部矛盾，导致股价暴跌。就在温淑兰力保江燕妮时，宋楚儿又抛出一个重磅炸弹。我说，当年那场车祸根本就是江燕妮精心设计的。他买通了当年的肇事司机，反咬一口，污蔑江燕妮自导自演英雄救美，就是为了嫁入杨家。面对铁证，温淑兰心痛欲绝，当场开除了江燕妮，将她赶出了杨家。然而，这一切都是温淑兰和江燕妮演的一出戏。他们将计就计，就是为了让宋楚儿放松警惕，露出马脚。温淑兰带着宋楚儿去做亲子鉴定，宋楚儿心虚，买通了医生做假报告。就在他拿着假报告耀武扬威时，江燕妮带着真正的证据出现了。她不仅揭穿了宋楚儿的假怀孕，还抛出了一个惊天秘密。因为你根本就没有生育能力。更致命的是，江燕妮找到了当年的司机，戳穿了宋楚儿才是策划车祸，意图谋杀温淑兰的真凶。真相大白，宋楚儿被警察带走，温淑兰正式认江燕妮为干女儿，让她和改过自新的杨俊良共同管理公司。可就在瀚海集团新品发布会上，危机再次降临。宋氏集团抢先发布了和瀚海一模一样的产品，反咬瀚海抄袭。原来是宋楚儿在被抓前，早已窃取了瀚海的核心机密。瀚海集团账户被冻结，合作伙伴纷纷解约，员工上门讨薪，公司陷入绝境。危急关头，温淑兰的初恋情人盛宇集团总裁顾恒宇出现了。他不仅带来了巨额资金稳住局面，还公开力挺瀚海，为他们做担保。与此同时，幡然醒悟的杨俊良也找到了宋楚儿窃取文件的证据，成功洗清了瀚海的冤屈。身陷囹圄的宋楚儿仍不罢休，他恶意合成江燕妮和顾恒宇的亲密照片，散播谣言，企图用舆论压垮他们。看到自己陈年旧事被翻出，还连累了女儿和爱人，温淑兰急火攻心，突发心梗被送进医院。顾恒宇雷霆出击，召开记者会澄清一切，并对宋氏集团展开全面封杀。在万众瞩目下，他向温淑兰深情告白，也不知道你还愿不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。而宋楚儿和他的家族则为自己的恶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，最终迎来了牢狱之灾和彻底的破败。最终，经历风雨的一家人终于迎来了属于他们的团圆与幸福。